朋友们，在生活中呢，你是不是会被经常发生的负面情绪侵扰，又或是无法度过孤单的时光，总是想要去抓取些什么，寻找一些事来做，以此呢填充自己的心？或者还有人说，为什么修行多年，依旧还是被烦恼困惑，感觉没有长进？类似种种呢都是问题。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呢，就是定力和智慧的缺失。如果你定力和智慧足够，那么就绝对有能力解脱一切身心烦恼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。如果你能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练习，你的人生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可以说给我们造成困扰的最大原因就是定力和智慧的缺失。从实修的角度来讲，我们需要先从静坐中的定和觉做起，然后再过渡到在走路、吃饭以及与人交流中的定和觉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先从静坐中的定和觉开始。可以说静坐是一切实修的基础，单单这一门功夫能掌握要领，几乎就可以化解所有的惯性烦恼障碍。只是很多人呢对静坐都有一些误解，以至于呢把它形式化、仪式化，甚至神秘化了。静坐其实一点也不神秘，也没有任何宗教气息，它只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放松、独处的环境，让我们休息而已。我们平时休息不下来，一颗心想东想西，身心四处劳累。即便是休闲散步时，心也容易被一些眼见、耳听、心想牵着走，不自觉又陷入身心劳顿中。而静坐则是让我们的心完全安静下来，进行一种彻底的休息和精力的恢复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意静坐的时间长短，如果给自己设定时间，反而会造成障碍。一天中的闲暇、独处的时间，都可以练习静坐。其次，静坐的姿势也并不重要，或坐或卧或站立，只要方法得当，都是有效的。静坐中的基础呢是定，定呢即是万缘放下，什么也不想，类似于关闭掉大脑能思考的功能。所以定也是一种彻底的休息。楞严经有句话叫做歇即菩提。当我们一颗不安分的心想要明白什么，想要抓住什么，想要实现什么，想要解决什么，甚至想要变得安静，类似种种，如果能停歇下来，便是一种休息，便是定。所以要想实现静坐中的定呢，前提便是关闭头脑，万缘放下，一切记忆、情感、向往以及生活中的事情，全部都要放下，心中一丝也不留。当然，这听起来有些困难，但却是有方法可以实现的，那就是至心一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把全部的专注力都集中在一处，然后屏蔽掉其他所有的身心现象和念头。那具体怎么操作呢？首先，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下，身体呢以放松为主，然后去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一点。比如说在静坐中，我们可以把全部的专注力都投入到呼吸的感受上，去感受气息出入的感觉，或者将专注力放在腹部随着呼吸轻微起伏的感受上。没有固定的地方，但有一个前提是呼吸不要紧张，放松的呼吸始终贯穿着静坐的整个过程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要把全部专注力放在呼吸和身体某个部位接触的感受上，然后牢牢锁定住这个感受，咬定青山不放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依旧会出现各种念头，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，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念头，它一旦出现，就立刻将专注力拉回到我们专注的感受上，不要害怕失败，
有时可能会被念头拉着跑了很久才会反应过来，但反应过来就好，无需多虑，更无需担忧自己丢失了所专注的感受。要做的只是立即回到那个感受，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。我们刚开始都会不断地被念头带走，然后又不断地回来。如果专注力足够，你会发现安住在那个感受上的时间越来越多，也就是定力越来越强。经过反复练习，有时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自己已经长达30秒或是1分钟没有念头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。一般人在清醒的时刻，他的念头会不自觉地生灭，自己会完全成为念头和情绪本身，谈不上任何的解脱与清净。念头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，情绪非常重要，然后又会产生新的念头来跟随之前的念头，或是产生另一个更重要的念头，来强化或平复自己不良的情绪感受。而这样的过程往往是离智慧越来越远的，往往离心本来的定静与解脱越来越远。所谓静能生慧，静才是智慧的源泉。另外有一些有一定修行基础的人呢，在练习定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不自觉地就被头脑中的一些观点带走了。这个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在练习定，是要专注在一点的。所以要做到佛来斩佛，魔来斩魔，对一切智慧或者烦恼都一刀两断。普通人也是一样，不要再去回想你生活中的事、感情上的事、家里的事、人际关系的事、记忆中的事，一切专注只在那一个感受而已。这样的静坐呢，并不需要持续多长时间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要确保需要处理的事提前处理好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其他什么也不要去想，什么也不要去做，只是练习定在一处而已。这个过程刚开始可能你会无法忍受，所以刚开始需要以毅力为主，找到一些感觉后便以放松为主，但总体的方法是不变的。如果方法得当，你会在某些时候感到身心脱落了一般，又犹如进入到了一种非常祥和清净的境界，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，精力会得到极大的回复，所有烦恼障碍也会一扫而空。在那一刻，你就会明白，之前认为的烦恼只是之前自己把自己障碍了，现在它们不值一提，也并不存在。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修行上进步了，不会再说自己修习了多年，还在和惯性的烦恼纠缠。当然，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有时候仍然会被拉回原样，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在生活中去练习禅定，去练习如何有定力、有觉知地走路、吃饭，乃至与人交谈。所以我们不光需要定，起初的定只是练习觉的基础，因此我们还需要练习静坐中的觉。只有在静坐这种干扰相对较少的方便环境中熟悉了觉，我们才可以再进一步，充满觉知的走路、吃饭、生活、与人交往，从而实现行住坐卧皆禅定，让心时时刻刻回到本来的光明、寂静、喜悦。我们在静坐中修觉呢，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觉。觉呢，即是觉知，是我们对眼能见、耳能听、鼻能闻等等对一切内外现象的知道和看见，这些都属于觉知。在佛家呢，有个词叫做觉性，就是说生命的觉知为什么会产生，它是有一种根源的，有一种更本质的属性贯穿于觉知，并产生了觉知。这个觉性便是佛家所谓的本心、自性，也即是人人相同的本来面目，无挂无碍，寂静中充满着光明、喜悦。也就是说，证悟到觉性的人呢，
他的生命状态大部分会处于寂静、光明、喜悦的状态中。至于如何体悟到觉性，我们只能从觉知做起。在静坐中发生的一切好坏念头和感受中，去找到自己就是觉。所谓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什么是反？反就是返回，从正在发生的点滴念头感受中，返回到相对恒常的觉知上，再进一步从觉知返回到觉性上，便是性成无上道。所以我们要先从点滴念头感受中返回觉知做起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静坐中去练习觉，就是因为静坐中干扰少，念头感受拉扯的力度小。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念头感受的拉扯力度比较大，我们定力不够就不容易反。所以说静坐是来帮你的，不要觉得神秘，更没有任何宗教气息，是一种轻松的方便法，是一种助缘，是帮你去看见自己是谁的。具体的操作呢，还是要先找一个放松的姿势。有些人说一静坐就想睡觉，某种角度来看，这其实是个好兆头，这便代表着他足够放松。还有一些人一静坐就紧张，或者他无法容忍自己无所事事，他想要抓住些什么，他心里期盼着改变，期盼着某种结果，这反而落入了念头情绪，反而是一种障碍。所以说练习静坐中的觉，放松是前提，可以说放松占7分，警惕占3分。好，在做好后，你要回到当下，找一下当下的感觉，无需用力去找，用力那就不叫觉知了，就是自自然然，自然呈现那个状态，从头到身体，再到脚下，看看哪些地方没有放松，没有放松就让它放松，然后先把意念集中在呼吸。呼吸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可以试着呼出去之后屏息片刻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念头没有了，你就会进入安静祥和的境界当中。但是不要去憋气，需要气的时候再把它吸回来。当我们观呼吸观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意念往内走，不把注意力关注在呼吸上了，往内去观我们的念头。在观念头的过程中呢，不抓取，不抗拒，不寻求改变，就是自自然然的像一轮月亮一样，用我们的内在觉知，就像月亮一样去观察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意识的天空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念头。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念头，我们都允许它的存在，全然的允许，全然的包容，不做丝毫的干扰，不做丝毫的控制，没有任何的目的。观只是观，觉只是觉，自然的观，自然的觉，放松的观，放松的觉。念头没来，我们就用觉知这个无念的状态。当念头来了，我们就觉知有念的状态。除了觉，除了关照，任何的造作都不要有。这就是无为而觉，无为而照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其心就是照。无所住就是不干涉，不控制，就是全然的允许，就好像是虚空不干涉云彩的来去，也不分辨云彩的颜色、形状以及状态。也许有时候是蓝天白云，有时候是风雨雷电，但是虚空是如如不动的，它只是觉照，却不会寻求改变。如果我们升起的念头是和平的、安宁的、喜悦的，我们允许它，看着它；如果我们升起嗔恨的、烦恼的、怨恨的念头，我们也看着它，也允许它。只有允许，我们才真正回到了觉，回到了光明的月亮，以及无边无际的天空，回到了最高层。下面的云彩来来去去，
都没有办法干扰到你，你永远都是如如不动的。当我们关一段时间的念头之后，可以将我们的觉知慢慢的扩散。我们还可以观我们身心内外所有的发生，有关我们无形无相的念头，过渡到观我们有形有相的所有的存在，以及无形无相的所有的存在。所有的发生全在我们的觉知之内，任其发生，任其生灭，任其起落。我们可以觉知到外面的蝉鸣、鸟叫声，但不被外面那个声音带走。如果腿麻可以改变姿势，同时也在我们的觉照之下，我们一直都在当下，没有一刻离开过。外面发生的一切与内在发生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觉知之内，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我们的觉知。这就是自然而然呈现的状态。这种静坐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轻松，不会有丝毫的累。而且你也会发现，当你允许念头的时候，恰恰是念头最少的时候；当你去对抗念头的时候，恰恰是念头最多的时候。因为念头就是我们对抗出来的。在佛陀传中，佛陀为悟道前问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静坐是什么。老师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：静坐就是和你的烦恼坐在一起。这就代表着在静坐中练习觉呢，就是和自己的任何一种烦恼、好坏念头以及感受待在一起。不要去试图改变什么，也不要去观空什么，而是要做到从每一个正在发生的感受中去觉知到，在觉知的那一个瞬间，那一念，那个情绪感受就会自动消散。觉知本有的清明、宁静乃至喜悦会自然出现。我们想要的清净喜悦、烦恼解脱便会无求而得，因为那是我们本来面目的体现。一念觉知是一念的清净解脱，念念觉知便是禅定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找不到觉知，这种找不到的感受依然有觉知在知道，否则是谁在知道自己找不到？就好像孙悟空，一个跟头108000里，72般变化，却也始终逃不出如来的手掌。念头感受变化无常，天上地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智慧、愚痴、嗔恨、担忧、期盼、嫉妒、烦恼。你的心无论怎么迷惑，也永远逃不出心本身的看见和觉知。心永远能证明，永远能知道自己所处的状态，无论自己喜不喜欢，好还是不好。所以在静坐中修觉，仅仅是时时刻刻的觉知而已。一念觉知便是一念的喜悦、清明、解脱，便是一念不空而自空。念念觉知便是念念空，也是念念成就了本有的喜悦清明。在静坐中修觉，便是敞开心胸，毫不设防，让自己的一切念头、迷惑、烦恼自然生发。而我们的心在起初修的定中，不会被念头、情绪拉着跑，出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不追随。心在放松中又带着一份警惕，在每一念之中都能回到那个本就存在、本就清明、本自广大无限、本自喜悦清净的觉知上。在整个过程中，呼吸始终放松而自然，呼吸放松自然，身心便放松自然。从放松的呼吸中也能回到觉知，然后在某一个时刻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是觉知本身，而不是记忆、念头，也不是生活中的琐碎，也不是对明天的担忧，不是某种智慧观点经验，也不是一切身心感受，而是一种光明、喜悦、寂静的存在。光明的觉知本身就是一种定，我们本来就是在一切变化中相对不变的觉，它恒常存在，它知晓正在发生的一切，
并且本自喜悦、清净、圆满。而当我们通过静坐将定力和觉知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，就可以把它带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